潮涨皆四海，潮落是故乡，心跳随潮汐，石头说欢迎，老故事里，新朋友来，马上回家，在山中的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出发 Vlog、客栈家事营业等精彩衍生，参与亲爱的他们票选互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客栈搭档，解锁专属衍生可片为彩蛋内容。加入芒果超品俱乐部，参与节目探班，领线下入场券，爽看热门好综艺，超多权益，想不停。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离你更进一步。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亲爱的客栈2026相关互动小任务，即可收集客栈独家勋章，升级 V9会员，享探班名额等更多惊喜权益。今天，哎呀，有点忐忑，明天就进客栈了。先看一下我都备了什么自己的能给客栈用的东西。然后先分享第一个就是这个。然后我想这次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要打扫嘛，我想打扫马桶的话，如果用一个固定的刷子，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卫生。然后一夹，哎，一刷，到时候在客栈我可以给大家演示。然后这个是次抛的。基本上就是你刷一次，它就可以把它丢掉了，而且它是可以选味道的，它有芳香的。这是一个橘子口味的，对不起，橘子味道。突然怎么觉得我像在带货呢？然后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结合我们客栈，我配了一个这样的香料，因为这地域呢，因为它是生产柚子的。所以我们就想，在海边再有柚子，能不能配一个海盐柚子味道的这样的香薰？然后月月他都说，姐，这样很难找哎，全网都没有海盐柚子，要不然我们买一瓶海盐的，买一瓶柚子的，兑到一起行不行？我说好像不行。然后最后又找到这一家，就是配了很多种，但是这个就是偏柚子的，它是那种香而不腻，让人很放松的味道。其实这个呢是当时我拿了一瓶，就是因为我想先带到客栈，让大家闻完之后一起给它起一个名字。我在配香水的过程中，因为我想跟他划价，我想能不能便宜点，因为确实很贵。啊，老板也不认识我是谁，我就自报家门吧。我说你们搜一下我，搜完之后说秦岚是谁呀？哎呀还不认识怎么办？最后我就各种安利他，到最后一刻他终于知道我是谁了。这是他私人买的，送给我的。我就想把这个放在我们客栈，我觉得也许跟我们的风格会有点搭，因为我这次选的这种香氛的这种扩散器都是有一点火山石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们客栈是
附近有很多的火山，因为我觉得能够代表地域性的客栈，都一定要沾染它地域的特色，这个才是属于我们亲爱的客栈的味道。我们小团队还想出一个伴手礼，就是我也准备好了，我们会捡一些当地的海山，就是那个火山石，然后会配一个这种香薰，专门滴在火山石上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组合，到时候会送给客栈曾经在我们这儿入住的客人们，就希望他们能把我们客栈的味道跟客栈的回忆带回去，是一个美好的纪念的东西。然后为了节省预算，他们说要买那个眼罩，然后我就想这个眼罩东西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我想呢，一开始我把家里的库存就我自己用的带来，我觉得大家先够用，等入住2天有钱了，到时候我们再续，这样可以省一点。然后还有这个好物，很多人现在有存在一个原因，就是换一个地方可能睡眠没有那么好，那可能对于旅行啊度假会有一些影响，就是睡眠不好，所以我就是带了这种超级软，因为这款也是我试了很多款，我觉得它非常软，很好用的一款。如果他需要的话，那可以带回房间都可以。还有就是我服装的部分，这次呢我也是有职务的，我这个头衔可很吓人，首席管家，但我能够解释这个大概意思就是，什么活都得来，就是因为我可能要服务大家呢，不是可能啊，我一定。着装上面看，我今天穿的就是比较好活动，行动起来比较方便，还有这种类似睡衣外穿的质朴，然后且真实。然后我还带了普拉提的服装。哎呀，我的普拉提其实才练了1个半月，然后后来一想分享这个健康的理念，你光靠你自学，可能一些理论的东西你还不太懂。所以我回到北京，为了我们这次节目，我就花钱找了个老师，然后他教了我一些原理的关于普拉提的练习的一些呼吸法，动作的标准度，然后我就结合这个呢，录了一个小小的视频。如果到时候有客人要跟我一起练，包括我们的小伙伴，我们客人小伙伴跟我一起练，我也可以帮大家以逐步的动作来讲解。然后我还有带了一些包，然后这个我觉得配的特好，就是如果我装钱的话，我不能漏财呀，这不漏，这里边有个，你看，我这样式一背，然后钱在里面，很低调。哎呀，我这个好像忘带那个公共的钱袋了，但也不需要。我这次又新盖的一个新技能，到时候也可以科普给大家，特别方便。因为其实现在发现我们，尤其我们自豪的中国人，现在走遍任何的地方，手里都不会，就是你不容易丢钱了。为什么？支付的方式越来越方便了，而且现在这个碰一下就更方便了，2个手机碰一下，他的钱就到我这儿来了，我的钱就去他那儿了，你就突然觉得好像你玩了个游戏你就挣钱了的感觉。OK， 家人们，这是我的开箱视频了。首先，我们不打开这个箱子，光看表面的东西呢，就有上次我和圣子去实习的结业证书。圣子这2天应该是还没有到，所以我现在是客栈唯一一个持证上岗的人。然后这是我们上次做的笔记。然后这是圣子上次新老片的时候带过来的发财树。创业公司最需要的发财树。他委托我放在前台的，我一定会把它好好养好。好，接下来就来开我们的箱子了。那么说到摄影的设备呢，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带了一个可视挖耳勺，就是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拿这个代替那种摄影工具，它拍出来的画质也很奇妙。到时候如果在客栈能用得上的话，我到时候也会用这个来拍东西。下面来到比较专业的部分了，这个是5色抹布，然后这个是一种湿抹布，非常好用。这是调酒的工具，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不用开火的东西，就调酒啊、调饮料啊。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有人可能会想拍新年快乐啊，因为正好马上接近过年了嘛，在客栈作为一个装饰品也是很好用的。这个是一袋烟花，那个仙女棒，
这个是不能托运的，我是在本地买的。昨天落地之后看到旁边有烟花店，然后我在本地买了一些带去客栈，我们可以去海边的时候一起点烟花棒。这个忘记介绍了，这个是茶房专用手套，这样会让客人感觉更干净一些。这带了一个尤克里里。就是最近学的，虽然学的不怎么样，但是我怕万一咱们节目有那个才艺展示的环节，或者大家要一起玩的环节，或者有其他想弹尤克里里的同学，就是可以把这个借给他用。然后我自己也稍微学了一点吧，如果有需要的展示的时候也可以展示。这个是一个那种随身带的那个健身的手环，非常方便，就这样戴着，然后就可以锻炼胳膊呀什么的，比较简单的一些健身的设备。好，就介绍完了，这个就是我的开箱。其他还有一些东西呢，就是等客栈拆快递吧。我还带了很多的东西。嘿，大家好，我是张振潇，给大家录一下我带的一些个人的物品。首先这个呢，这一盒就是里面都是一些我的洗漱用品。比如像牙刷，这个要着重讲一下，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腰包。这次带这个包来呢，是要清洁客房的时候，我这个包里就可以装一些备品啊，然后比如说这种一次性的牙刷，还有肥皂啊什么的都可以装到里面。当我需要换的时候，我就把它拉开，从里面拿一个替换上去，就很方便，很节省时间。然后呢？还有这个啊，护腰，在家比如说需要久坐久站的时候，我都会带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用，因为它真的很省劲儿，而且平常走路走很久，或者是久站之后腰疼，这个是可以很好的缓解的。还有这个，我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实际上呢是一个这样的粘土吧。可以捏成各种形状，还有一些颜料啊，包括一些这个字母的模具。我希望这次在这个节目里呢，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我们客栈的创收项目。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要说的话，想要留下的一些记忆，都通过这个泥塑的形式把它印在上面，然后等它自然风干之后，它就会变得硬啊。后面可以比如说粘上这个磁铁啊什么的，可以当成一个冰箱贴来使用。对，还有一个这个是我这次给各位哥哥姐姐们带的一个小小的伴手礼啊，它是一个纯手工的一个陶瓷品牌，我这次选了6个。颜色和形状都不一样的马克杯，然后等到明天正式的见到大家之后，我会把它们送出去啊，希望大家喜欢。OK， 那时候不早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开始明天的录制了。我们到时候在亲爱的客栈里再见吧，拜拜。大家好，我是亲爱的客栈厨房总管小吴。今天是一期非常普通的开箱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进客栈之前都会带一些什么东西。可以看到，这是一件灰色的长袖、黑色的长袖、绿色的长袖，然后带了3件长袖的原因是因为怕这个到时候海边比较冷。我真的感觉我所有衣服都带厚了，真的。然后还准备了一个灯罩，同时呢，它也可以当一个毛线帽，这是它的附加用处。好，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呢？哇，竟然有一台电脑这个就是我的睡眠伴侣。不，这个是怕到时候我们大家平时会拍东西啊，然后可以方便剪视频用的。然后其实我在网上准备了很多的那个做菜的视频，就感觉把这个号已经养偏了一点儿。还有吗？还有就是我的一腔热血了，确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拿出来说了，大家期待一下吧。咱们交通方不方便？是不是得有人开车或者骑个小电驴啊，什么3轮车啊之类的出去采购啊啥的？没有
有那种3轮蹦子吗？我想知道我们节目组接了哪些商务，就涉及到我们小卖铺能放点什么东西，因为它涉及到营业额，我们还得还节目组钱呢。对呀，我们得赚点收费的。我们可以开一个小的那种纪念品商店，售卖一些文创周边、冰箱贴那些当地特色的。哎，那这种都是花我们3万块钱吗？小伙伴们，我们要算一下啊。哇，这里好美啊！还好蓝啊。这天气也不错哎。到时候可以出海玩。你这次来客栈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自己的想法吗？我觉得在客栈先听这个主理人他自己的想法吧。我觉得我们的想法可能是更多的是基于辅助他嘛。对，因为我确实没有正经就是服务过像这种住店的这种客人这种，可能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做饭还行，然后我知道你做饭好像也还行。对，山东那边基本的家常菜吧。可以的。其实我觉得弟弟应该也挺会做饭。对，弟弟我吃过他炒的那个川菜，挺好吃的。是。然后我觉得我跟陈潇的话，应该可以，就比如说，如果客人想吃个那种就是山东菜啊，那可能就我去打扫，就是咱们可以轮着来，倒着来，因为这个不冲突嘛。因为打扫卫生这个还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经过培训之后，应该还是都能完成的。但是这个菜系吧，可能还是做自己更拿手的一点会比较好，对不对？对。我就想着，反正我就是一块砖，哪需要我就往哪搬。是。对。这一次的经营之旅有什么样的想象？我还是希望我们这次，比如说弟弟主导吧，大家到我们客栈，然后我们所有人能够让他更轻松，然后更开心，然后甚至有一点点小疯狂，让他有个很难忘的之旅，然后是那种无边无际的感觉，就像在大海边一样，把他们的心都打开。我觉得我们客栈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叫出片点，因为方便大家发社交媒体帮我们宣传，一定要有这个地方出片点。而我认为所有的客栈也好，酒店也好，都是要给客人以温暖的。那么能给客人温暖的前提就是这个团队内部一定是非常融洽和温暖的，所以说它才能让大家来住的客人感受到，哎，一进这个客栈就感受这个气场特别的和，特别的舒服。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期待王总能给我们这个整个的客栈以一种温暖温馨的感觉。你希望新的一季跟第2季或者是之前的几季有什么变化？我希望它能够更热闹一点。既然王鹤棣当主理人，那他肯定会把气氛搞得很热闹，然后大家能够很开心的玩起来。你期待是什么样的人？一些吃苦耐劳的，你既然是大家当员工，你肯定还是期待一些吃苦耐劳，然后性格活泼，然后还有那种能主持大局，各种各样的吧。反正你就还是希望大家聚到一块儿是一个，就是很全面的一个团队。我挺紧张的，因为平时我也不认识啊，我只认识弟弟。然后又说什么熟人局啊，那只是弟弟的熟人，但我还挺开心的，因为那几个嘉宾我也挺喜欢的，然后之前也看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就觉得每个人的性格都很好。我是觉得，如果能够大家都是同样契合的人在一起，应该是挺开心的事情。最期待和谁一起做同事来经营客栈？为什么？最期待跟谁呀？那还用说吗？那真的是，这是我和圣子的第7搭了吧？应该是。月子吧，月子毕竟我跟月子，这已经是我们的6搭了，6搭了，我的妈呀！志胜要来，我很期待，还有秦岚姐，我也很期待她。我俩争取早日成为百搭艺人。你觉得弟弟这一季为什么邀请你？可能是因为我工作能力比较强，
就是在职场里面也是有一些核心竞争力的。因为我和弟弟在桃花坞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了我身上一些优良的品质，他可能看到了我对龙哥的吹捧拍马屁，所以说他也想过过这种真正的只有我在，他才能体会到真正当老板的感觉。想让我压制他一下啊？不能啊，他是一个不服管的人。可能我有我自己不知道的优点，虽然我都觉得我没啥优点，然后现在嗓子又不好，但我努力在我们客栈开张的时候把自己的嗓子调好一点。如果需要沟通啊什么的，我还是可以。哎，那你对弟弟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嘞？有一点点小酷跟小反骨，然后特别欢脱，然后不好控制，是那种的。玩也爱玩，但是他做事情呢又特别的靠谱，大男孩的感觉。一是有活力，二是很温暖，三就是他又很有想法，而且他这个人又身上又自带那种管理气质。你从哪里看得出他的管理气质？毕竟以后是老板，你这么该夸就夸吧，不要以为见面前的工作不重要。你看我现在就开始了。哎，我当时认识弟弟应该是在何老师的家里啊，然后王和弟就一直把我当成是何老师小区的朋友。我俩都是 ENFP 啊，如果我是 ENFP 的话，他绝对是 E 这种。我跟弟弟是最早还是在我们公司见的，那会儿我刚进公司，反正弟弟就一直像我一个大哥一样，然后会照顾我，也会在我一些工作上给我一些建议什么的。对，我觉得真的他人特别好。刚刚邀请函上不是弟弟说有你在就安心嘛？弟弟是不是对我有错误的认知？安心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还比较了解吧，就是大家在相处过程中应该是会很有一些默契的。确实我是他姐哈，他第一点应该清楚的。但我觉得他做客栈老板这一点，我还是有点担心。但就是其实你没发现，就是很难想象弟弟会成为一个主理人这种。是我其实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弟弟他不是也开了那个服装店，对，然后还做了自己品牌啥的。我觉得这个都还，就是我觉得比较像他的这种风格。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这个客栈的主理人，我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是很不一样，所以就很期待，你知道吗？对，不知道他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管理风格啊，或者这种。我说实话，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又有点怕，但又有点期待，你知道吗？我也是，太有活力了，弟弟。他不闲着，所以他也应该不能看着自己的员工闲着，肯定也期待，因为弟弟他很有想法，然后他就又很有创意，但是你又不知道他的想法和创意是不是你能完成的，所以说你就心里很没谱，但还是开心的。你今天准备给你的职场发下一个下马威吗？他都要面试你了。哎，嘴上是这么说，但是真要说下马威，我一个人肯定是搞不定的，得拉上其他合伙人一起，而且师傅记，他作为我的老板，我也没有必要非得给他一个下马威了。万一真进了这个职场，那以后我的苦日子可多了呢，何必跟老板对着干呢？马上就要客栈合伙人第一次全员集合了，你什么感受？昨天晚上就在期待了，今天，哎呀，不知道见到大家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还是很期待跟圣子再次见面啊，然后也很期待见到新朋友，青兰姐啦、吴泽林啦、张晨潇啦，还有我的老同事王和弟啊。到达。Hello， 各位管家，终于线下碰面啦！大家好不好奇我们的客栈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好奇。说实话，我也很好奇。你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点。咱们是多少间房呢？有点画面。也想问点实际的。是这样，我们今天开完会了过后，我会去跟设计师聊一聊。还没设计呢。
正在设计。是不是都可以参与点设计？当然，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我们要就是集思广益一下这客栈，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的客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想有一些自己的什么元素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先从物品开始，像我就会带2个就是比较关键的东西，好物去到客栈。大家都准备了吧？准备了。所以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各自的好物。老板带的是，我带的是2样东西，一个是筋膜枪。因为我们平时就工作啊、干活啊，完了过其实可以放松一下，其实蛮重要的。然后我们在海边也有一些海边运动、海边项目，什么冲浪啊，比如说，哎呀，海上瑜伽。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火锅底料。四川火锅底料，就是主万物都好吃，是吧？伙食上吃好、喝好、玩好。哎，我带的就是这2样东西。泽林，我带的呢是一个，因为我确实是比较就是对做饭这件事情有点上心，所以我选了一个我的心仪好锅。OK， 就它的锅把非常长，颠起来方便。OK， 而且它这个锅身是朝外的，特别适合做那种炒菜。哇，太香了。好了，今天不用我在那儿颠来颠去了，太棒了。好，这是我的好物。OK， 我准备了也是2样，一个是瑜伽垫，因为我自己吧，平时有一些爱好，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做一下普拉提。如果有客人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海边夕阳的时候或早起的时候，太阳没那么强的时候，大家可以练一练。你可以开个普拉提课。对，那姐也可以借鉴一些素材，毕竟姐也是一个初学者，还没那么精通。精通。姐到时候在网上搜集一些课程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平时会用的，到时候也可以发给大家。就是耳塞。我觉得我们都那么累了，睡眠特别重要。而且我跟耳塞有个小故事，就是因为它为什么好用呢？有一次我要赶飞机，然后最后他们叫我弄1个多小时吧，最后酒店的服务员什么把门都撬开了，我还没醒呢。你还睡着呢？我还睡着了耳塞，深度睡眠。是的。不是，姐，就你这个睡眠质量，其实不用戴耳塞，喊都喊不起来。哎，说到这个，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以前我们在客栈睡觉啊，每天沾床就着，睡得跟猪一样。我跟你说，很累是吧？对。那我们就把它给客人。好不好？对，这个其实很贴心，客人有时候也需要。我带的是一些方便打扫的清洁好物，湿纸巾呐。奔着这个客房管家来的哈。哇，这是它。然后这个是疏通管道的，怕下水道堵了。然后这个是那个去渍，给衣服去渍的，怕客人吃到身上了，就给他及时去渍一下，就这些东西。哇，这个你能先借我吗？我家最近管道就堵了。老板。这员工还没上岗呢，开始往家拿东西。大换真的是大换，心腹和大换。这是心腹，这是大换。我后悔没有把客房管家给沈月，我现在有点后悔让你来了。连吃带拿的，往自己家拿。但老板，我这个你看，你们都是为自己带的，为客人带的，只有我是为老板带的。这棵发财树，我有点受不了了，被老板带的，这家伙，这事儿搞错了方向，我们是要经营客栈，迎接客人，不是经营老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行吗？你这个也可以放在前台嘛。我想的是放老板办公室，老板看到他就想到我。你放老板床头得了呗，睁眼闭眼都是你。老板，您看是放您床头还是放您办公室？我觉得放前台吧，寓意很好。老板不想看见我。祝我们客栈这个招财进宝。行，那就放前台。前台本身就是我接待的。是哇，还是给自己带的。给自己带的。所以说我这个就是希望咱们这个客栈生意红火，然后客似云来。好，好。行销，我带的有3件啊，第一件就是这个百洁布。没带错，你俩。它可以刷碗，然后也可以擦桌面，也可以擦镜子，就是擦完东西没有水痕，这个特别好用。哇，这个太好了！以前我们客栈那个规章制度是5色布，什么颜色的布擦哪儿。哦，对，这个很重要啊。对，酒店5星酒店标准。老板，我对颜色不太敏感。它是红绿色吗？你不用负责这一块。我不负责这一块。你可千万别去客房。剩子别碰抹布啊！不抹布。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一个小刷子，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的啊，这个是真的是我家里自己在用的一个刷子，就是它能擦那些墙角的缝隙。哇，对，包括浴室的墙角都特别好用。哇，我家里都你，我给你买个新的，下次。又往家里面进货呢，这是。你真招财进宝呀！这事儿你家啥也没有呀？你家平时怎么打扫？你住的厂房啊？你说你家啥都没有。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电动螺丝刀。哦，这个我家也有。对，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些需要组装的家具，或者有些桌子椅子螺丝松的，可以直接用这个，就是还是比较实用的。我带的都是。好的，大家的心理好物我觉得都各个方面都有了啊，很齐全。当然肯定应该也不够，我们慢慢的再往里面添加嘛。继续了啊，我们下一个考核的内容是这样。我一会儿会读一段话，就每个人需要重复我这段话。好啊，你们先想一下那个排序，因为第一个听我讲话的人很重要。盛子，你第一个吧，你记性好。我行，都轮到你的时候了呢。都轮到我的时候。我第二个吧，我记性还行。可以开始了吧 ？OK， 我们开始了。好了，我的要求不多，就几条，全是刚需，不胡扯。完美主义必须懂，细节到位才达标。这是也是要传的吗 ？Of course。纯一线海景加独立阳台，南北通透必须安排。清晨飞鸟，海绵日出，落日夕阳，夜晚烟花，晚风轻扬，氛围感必须得拉满。纯棉床品一刻一换是底线，全屋无死角，清洁别偷懒。独立卫浴24小时热水在线，断水断电绝不能出现。高速 WiFi 拉满格，刷剧打游戏零卡顿不啰嗦。这能记住吗？高速 WiFi 这么长，刷剧打游戏零。太长了吧？厨房锅碗瓢盆全备齐，油盐酱醋葱姜蒜没缺席，全自动烘干洗衣机安排上，手洗绝对不可能手洗，位置绝佳才叫绝杀。1分钟瞬移沙滩踩浪沙，5分钟抵达现场菜市，多1秒都算你延迟。要求不算多，不算苛刻，赶紧安排，别啰嗦。南北通透，柴盐酱醋茶，手洗绝不可能手洗，全都安排。没了，就这些，不可能，真的，老板就说了这些。刚刚那些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就是你先把那些最简单的记住，我再跟你说进阶的。你说。清晨鸟叫，中午啥叫来着？我们仨跳起来吧。然后中午你先记住中午，然后夜晚黄昏夕阳，氛围拉满。然后独立浴室，南北通透那些你都记住了哈。独立浴室南北通透。刚刚谁让他做第一个的？沈月。这么长，好长啊！记住。手洗是不能手洗的，你记住了哈。记住了。柴盐酱醋茶你记住了哈。记住了。然后老板的要求记新鲜。好，传吧。太长了，姐可能记不住啊。不长，一点不长。第一个，老板的要求记新鲜；第二个，他直接说的结论，没有说为什么。南北通透，什么玩意儿？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能少。啊，南北通透跟柴米油盐酱醋茶能联系到一起？对啊，我联系不到，但他就这么说的。对呀，为啥这俩联系到一起？南北通透是第1段，柴米油盐是第3段，你中间全没了。那可真记不住是吧？然后，清晨鸟叫，中午没说啥，黄昏夕阳，中午午睡。行。黄昏夕阳。黄昏夕阳，氛围感拉满，大概就这些。好啦，就一共也没说几点，前言不搭后语的。老板的那个规则一定要记新鲜。老板的规则一定要记新鲜啊，记新鲜。然后，晨起的鸟叫。晨起的鸟叫。中午休息可以午睡。可以午睡。然后晚上看夕阳。晚上可以看夕阳。自己讲。能干就多干点，不干就多参与，都是客栈的螺丝钉，哪有需要往哪按。姐咋光自己姐在这儿编的，这前面一点没传过去啊？传过去了。哎呀，中心思想不就这点意思吗？还有是自由、快乐、浪漫。老板的营造氛围。老板的话要记新鲜。
早上的鸟，中午的夕阳，不，中午的夕阳，中午午睡，中午午睡，晚上可以一起看夕阳，然后是自由快乐，然后你是一个螺丝钉，哪需要往哪摁，完了，然后大家多干活。这有逻辑顺序吗？这个没有逻辑顺序，我主要记得也不是很清晰。OK， 陈晓，你来说一下你听到了一些什么内容？老板的话呢是说早上要起来先喂鸟，喂鸟干啥呀？喂鸟之后中午要大家一起看夕阳。中午要一起看夕阳，这对吗？中午是什么来着？午睡啊，中午要午睡啊，午睡起来，晚上看夕阳。好，然后说老板是一颗螺丝钉，哪里？老板是一颗螺丝钉。好啊，不对，是我们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啊，完全没有这条。开心快乐。OK， 开心快乐。说实话，一个都没有。不是，我真服了，我真服了，你说的啥呀？但我觉得啊，这个问题是出在了第一个传达的人身上。不是，老板，你得仔细想想，就刚刚我只传关键词都传成那样了。我虽然记住了你的话，但我不敢。你记住了吗？你说，来，你随便说一句，南北通透这句话出自第一个。是这样，我们这个考核已经完了，我们往下进行啊。好。OK，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共创一下这个客栈的蓝图。好，我觉得谁会画呀？沈月和泽林。沈月不会画了，沈月不会画。那么请问谁会画画？哲林会画，哲林不会画画。不重要，咱又不是比赛，来，随便画。随便画呗。对啊，随便画呗。你画一个。哎，我知道我画啥了。你不要画椰子树。我不画椰子树，我不画椰子树。画吧，画。我先来。我先来。我先来。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是那个火山石的山。非常好。罗连上吧。不是，那弟弟就是他这么画的话，咱们就都画平面的嘛。你还想画另一个？哇，你果然你真打算骗钱呀？你还画立体的？那画好的人画一个房子的主体好吗？对。先画一个这个房子的主体。哦呦，哎呦，这是立面的。这不是立面，这不就是一个小学会画的房子吗？不要贬低小学生，姐还不如小学生呢。来，姐先画吧，姐再往下比不行了，比不过了。哎，姐远处画一片海。我们这是亚特兰蒂斯是吗？我顺着姐画一个咱们要看的太阳。那我画沙滩。行，那我回来画椰子树了。沈月让我不画椰子树，结果自己画个椰子树，因为我怕你把我的画了。然后画咱几个人，谁会画？画咱6个，6个火柴人，6个火柴人，6个劈柴棍吧。给姐画瘦点。这够瘦不？这是姐呀。但脑袋太大了。脑袋那是我，这是我，每个人认领啊。你能不能好点？这是姐。这个是谁？这是姐。这是姐。弟弟，你有什么要求吗？随便，我戴个墨镜吧。好，戴个墨镜。月子呢？随便画吧。那个是长发美女。长发美女要有头发。你给姐画头，要感觉姐像秃子。姐是那种发型不像姐是短发，姐是直发，姐是直发。姐你直发了？姐是直头发。别造谣了。姐到时候也可以直。陈潇呢？我戴个帽子吧。戴个帽子。戴个棒球帽。戴个棒球帽 ，OK。啊，给我们画了5个火柴人，泽林画了泽林画自己的自画像。接下来正式开始画了。那我画个厨师帽吧。哎呀。好，耶！画点智慧，画点智慧，怎么能显？其实头发少就是智慧。不是，重要的是这个逗号，因为聪明绝顶。好嘞，那咱们6个齐了 ，OK 了，结果 OK 了，行了。那既然是在如此欢乐的时候，我提一件让大家更开心的事情。领导，我要请假。你要请哪天的假？我第一天和第2天，我因为有点别的小事。刚开启他就要请2天的假，但是我后边会把这2天补上。你们工作8个小时，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来吧，
你后边多录2条吧，要不？我们录完了已经杀青了，你多录2条。可以。这还没开始呢，假条一大堆了。签了啊，给你。签。哎呀，真受不了。哎呀！我又有弟弟的签名了。我到时候肯定全程都在了，就这2天。请假完了，欧了。请接受新一季的启动资金。哦。好，现在我们已经把启动资金打进了亲爱的客栈账户里。接下来即将开启你们的客栈经营。OK。主理人展示一下我们的启动资金的账户。3万。哦。参与亲爱的他们票选互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客栈搭档，解锁专属衍生可片为彩蛋内容。